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特菲斯，我是小阮。线条这么基本的元素，有什么内容可以讨论呢？对我而言，线条是非常有趣的，因为它可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视觉沟通工具。我们先来看这张素描，请问里面有线条吗？其实没有的，因为在强调拟真的诉求下，素描本身是没有线条的。因为线条呢不存在在真实的世界里，比如这里的边界其实是物件在空间内视觉上的开始和结束，这个边界并没有所谓的线条，因此在拟真的画作中，物件之间的差别是以色阶的差异或者是不同的颜色来做区分，而线条最常见的运用则是手稿，如达文西的设计手稿。这些手稿要表达的不是诠释既有世界中的模样，而是将未实现的想法来表达出来。使用线条而不是以拟真的方式，目的是想透过线条的纯粹，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表达想法。明明就不是拟真的图画，我们却很容易便可以理解其中的内容。这就是线条的奥妙之处。我们可以在生活周遭看到线条的运用，如卡通、漫画、涂鸦等等，而线条也会衍生成图形，如书法。说到这，讲到了一个重点，那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线条的轻重，添加线条的个性和情绪。线条的轻重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非常需要被驾驭的技能。我们来比较这两张图，一样的设计，但在线条的表现上就呈现了相当的差异。你觉得哪一张比较具有吸引力呢？我们再来看看这张麦克笔的图，有没有线条会产生相当的结果差异？我建议各位将自己的图固定在墙上，并以至少 1.5 公尺的距离来看你的图，然后问自己是否能够清楚了解这个图的内容。有线条和没有线条，这之间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差异。为什么是 1.5 公尺的距离呢？因为这是我们平常会看墙上的作品的自然距离，不管是画廊、博物馆或者是设计评图的时候都是如此。有时候呢，距离会更远。如果你的作品没有办法在这个距离以外吸引到人的目光，那你的作品就很可能会被忽略。回到线条，线条的轻重的拿捏并没有标准的规则，真的是依自己的风格来决定。但我还是可以提供一些意见，让大家可以有个开始。线条的轻重往往是用于产生空间的差异，比如这些物件，我们可以将线条分为3个粗度，最轻的当作底稿的基础，这样才知道我们要画什么。有了外框的线条，物件彼此的空间关系就会非常清楚。再来是曲面弯折处，以稍微比较明显的线来绘出来。然后呢是所谓的悬崖处，也就是空间有明显差异的边界。最后呢，可以再加上细的线条来代表表面的剖面线。这是硬邦邦的产品。那其他比较不单纯的表面的物件呢？如果是像包包、衣服这类柔软的物件，线条可以不用那么严谨，放松一点，带出质感的软度。而像有皮毛的布偶，有各种质感的食物，我们可以让线条的延续性更随性一点，在适当的时候断断续续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以轻重断续的方式来表达透明的效果。在前面的物件，线条可以比较重；在透明件之后的物件，线条可以比较轻；而在透明材料弯折的边缘可以留白，代表聚光处。除了表达空间的定义，线条可以变成类似色块的应用，成为阴影和影子。但并不是像素描那样将整个范围涂满，而是以平行线来代替。这里呢要特别提醒，平行的线条要尽量保持一致的方向，如果方向错乱，会变得凌乱，
对于设计的表达会产生干扰。最后一个小撇步，当我们在以线条绘出影子的时候呢，线条的方向可以遵循影子投射的表面的透视方向，这样可以加强透视空间的视觉效果，有助于空间的表达和定义。那之后呢，我会再分享线条的操作篇，大家敬请期待。